你有没有感觉到自己被不断的内耗所困扰？拒绝内耗，不让无形的压力悄悄地侵蚀我们的健康，夺回生活掌控权，成为赢家。今天，让我们来深入了解内耗，以及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避免它。欢迎来到提姆手中线，我是提姆，是一名瑞典精神科医师，先前做过脑部研究。这个频道是以科学的角度，让大家认识自己，运用宇宙法则来看待人生、自我成长。内耗指的是一种情感、心理和身体上的状态，由长期的压力引起，特别是当你感到被过度索取而不被重视时。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内耗原因包括过度工作、过度焦虑和担忧、人际关系压力、对自我期待过高、不断的自我批评、因不好意思而无法拒绝他人要求、缺乏自我照顾、过分沉迷于社交软体、缺乏明确目标和方向，以及不良的时间管理。这些因素可能会导致精神和情绪上的疲惫，从而消耗个人的内在能量。举个例子，你是否有曾经感觉，明明一天下来没做什么，却感觉精疲力尽？这就是精神内耗所致。上述的原因，我有整理在下面的留言，你们可以自己做个测试，看看自己有没有无意间正在内耗。严重的精神内耗常见的例子便是工作倦怠，或称作过劳，这在瑞典的精神科和家医科门诊常见。临床上，工作倦怠的定义为长期处于工作压力却无法成功处理的一种症候群，其中包括3个症状：第一，觉得能量耗尽，精疲力尽；第二，对工作产生负面想法或愤世嫉俗；第三，工作能力明显下降。精神内耗不仅影响心理健康，也会引起生理上的变化。这些变化包括慢性压力引起的自主神经系统持续激活及紊乱，导致皮质醇水平的改变。长期的心理压力和内耗也会导致免疫力系统降低、睡眠障碍、心血管疾病等等。压力激素的长期升高和体重增加、记忆力下降，还有注意力不集中有关。科学家对于精神内耗的研究，根据瑞典 Karolinska 学院的研究，有过工作倦怠诊断的病人，与一般人比较，大脑杏仁核相对较大。同时，他们发现这些病患的杏仁核和大脑掌管执行功能、抑制冲动、控制行为等能力区域之间的连结明显较弱，特别是前扣带皮层。这研究归纳出一个结论：一个人的长期压力感越大，在核磁共振上显示的这些大脑区域之间的连结就越弱。讲白一点，就是大脑的警报系统一直在响，但是呢，关闭掉这个系统的开关坏掉了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长期内耗的人可能会变得更加的情绪化，同时在做决策时更加困难。你可能会好奇，那如果真的这么严重了，要怎么办？大脑中的变化能逆转回来吗？一些研究表明，透过治疗和一些正确的放松方式，这些变化是可以很有机会逆转回来的。然而，临床上这种治疗是漫长的，患者要克服对工作的恐惧，还有整天瘫在床上毫无力气，这个很花时间的。在瑞典，为了要让他们顺利回到工作岗位，除了心理辅导，工作量的增加必须要是缓慢的，从每周工作10小时，适应后慢慢加到20，然后再到30个小时，最后回到全职。除了治疗，我们也鼓励病人去尝试跟烹饪或艺术相关的活动，以及透过接触大自然，
经常与人交谈来加速他们的康复。那我们平常应该可以做哪些事来避免自己内耗呢？如果你对如何停止内耗、如何照顾好自己感到好奇，可以点赞加订阅，并开启小铃铛来支持我的频道。在提出我自己的建议前，跟大家分享一下从管理你的每一天、当下的力量，还有习惯的力量这3本书中归纳出来几个停止内耗的方法。建立坚若磐石的日常生活，自动化每天必须完成的琐事，这样便能分配更多的精力给自己。拥抱单一任务，专注于一项任务直到完成，可以将其分解成小的步骤，帮助自己一步一步来。透过这样，也比较不会一下子对繁杂的任务感到慌张，一步一步的完成，也会让你感到更有成就感。体认当下我们所拥有的一切，活在当下，放下对未来和过去过多的关注，自我观察和反思，随时平心静气地观察你的想法和情绪，将它们视为短暂的状况或是现象，而不用用这些来定义自己。创造新的正向的习惯，例如说睡前以冥想代替滑手机，这优点很多哦，脑、情绪、眼睛都顾到了。除了这些，我觉得还有些 pebble 也很重要，学会说不，学会在必要时拒绝他人，保护自己的时间和精力。再来，排出待办事项的优先顺序，学会区分哪些是真正重要和急迫的事情，然后优先完成。建立稳固的社交支持网络，包括与家人的关系，这有助于提供情感支持，并减少孤立感。同时要注意，远离负能量很重的人，因为要考虑你的周围环境和与你互动的人如何影响你的习惯。在先前如何保持高能量的影片有提到过环境的重要性，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。确保工作与生活之间有良好的平衡，设定清晰的工作界限，并在非工作时间专注于个人的生活和兴趣。设定合理目标，避免过高的期望导致不必要的压力，在通往目标的路上享受过程。放松与休息，定期充电，放松大脑，不只会让你避免内耗，充电后做事效率也会提高。学习接受自己的不完美，减少自我批评。当内耗感觉无法自我管理时，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。想摆脱现在的生活方式或习惯所造成的精神内耗，记住，改变是需要时间的，过程中可能会失败或是感到挫折，告诉自己没关系，继续努力，因为坚持下去是唯一的关键。之前在广泛性焦虑症以及如何保持高能量影片中所介绍的小技巧，也都可以让我们停止内耗。这2部影片的连结会放在片尾，你们可以去复习一下。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记得点个赞，并留言让我们知道你想重获生活掌控权的决心。想要跟着我一起用科学的角度以及运用宇宙法则来自我成长，记得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当我每当分享新内容时，你都能第一时间知道。那有想要题目跟大家一起探讨什么样的主题，也欢迎在下面留言。记住，你是值得拥有生活掌控权的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期待在下一个影片中跟你们见面。祝大家在人生的旅途上都能不断的学习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